开着没啥异常啊？开着没有啥异常。行，那我先给你读一下。你看看这啥问题？好。Hello。他跑了2万多公里报故障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今儿有时间开车的时候，开一会儿之后光灯亮了，你给看下啥问题？好。开着没啥异常。开着没有啥。就平常开着啥都没事。开的少，车放的时间多，开的少。行。这下午有事的想出去了去，然后发动机光灯亮了。这个油箱废气泄漏。那这是啥原因嘛？啥问题嘛？先跑了2万多公里，不应该。哦，你看一下，之前我在宝地开的时候，然后这光灯也亮了，然后之前人家跟我说我坏了一个什么电机，说电机坏了，我也不懂这东西。然后人家坏了之后我说是好了，然后我开的时候开几天，然后好着，然后今儿突然来西安之后，发动机光灯亮了，你看一下看是啥情况？2万公里漏气。还换了电机，是不是油箱盖子没给你拧紧？紧着呢。兄弟，拧着我肯定漏气的呀。我主要是看它这密封圈有没有老化。新车嘛，你不车的你不懂。来开好，你家是。那兄弟，这咋解决嘛？咋解决？那这我之前检查过，油箱漏气，那除非只有油箱漏气了呀。因为这检查故障，人家给我换个东西换过，或者是你要给我换东西，你要给我还要再换里面电机，那我就考虑这东西要不要让你换的，因为我在外面换过一次，人家这东西，他跟我上的保的是原厂，现在漏气给我造成这。因为我现在忙着呢，我顾不上新车去。那这电机现在换过了，我故障跟我上次修故障一模一样，你是不是要给我换电机？我又没说给你换电机啊，他报的是漏气，我不是给你先我上次跟这故障一样，所以我害怕你又给我电视给我换电机，我修嘛为啥？有亮了。那我又没说换电机啊，我说先换查漏啊。我就说你这不要跟我弄混换电机了，我东西要么他上次弄我不专业，他跟我说东西或者你4S店。哎呀，你别急，你听我说。他现在是漏气，咱们先查漏气，先剩下的不行，打个烟雾先测下哪漏了。我也没说电机，你一直说电机了。不是，我也不想我上次在4S店傻逼跟我胡说的，他在修车上傻逼跟我胡换的。我现在没办法说这东西，因为现在你也查车是漏气，跟我故障一样，我怕你把东西再给我一块解决不了，我现在那个有啥意义？我车公里数太小了，你能明白不？因为就是因为东西淘宝了，我现在没办法，你知道不？我小公里数200多公里。你跟我说这回来我回来，你说要放你能接受不？因为哎，我也不是兄弟，我也不是给你发脾气，知道不？我现在破烦很，因为对吧？你这咱也新车，我就是没咋开过，这没事我偶尔开一下，平时好多4S店无放的，这2万多公里，你跑4S店上去，哎，这东西需要换的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说我这新车2万多公里，你给我换啥的，对吧？但是我相信人家4S店当时是专业的，他换的东西，但当时没办法。他保险太贵了，这东西对吧？这一般人没必要。然后我在车里在外面看，他外面人直接跟我说的是让我换电机，我也相信人家，因为这东西我确实不懂。然后我换完之后，先不说这也不说这些了，是吧？现在主要是漏气，咱们先查了。你把这电机我拆下来看一下，是咱们装的位置不对，还是咱们装的东西是个坏子，导致这个故障又出现了，反正光灯又亮了。先别扯电机了，我先按我的思路来查这漏气。他这漏气，我不换你电机，知道吧？我一想，我也不是担心嘛，万一他这东西我没装好，还能行下去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，对。咱该咱们就咱们。对，这个我先查。对，这不是人我我不换你电机，我就先给你查漏气。确实开着故障，我确实比较烦。对。因为你到时候你不找检查嘛。那时候还顺便给我贴下看我东西是不是真的，或者他是啥东西没装好。不管电机了，就跟我的思路走，就完事查漏完了，知道吧？来，还有是这，我首先检查。到时候一旦发现你到时候把这事给我当事给我上心，
就说麻烦呀，到时候工费我给你啥该给你给，对吧？行。你到时候就是顺带，要是不是这有问题，是别地方漏了，对吧？你跟我一说。就是我希望你们看有时间，闲时间顺便把我查让我研究一下，到底是不是我东西坏着。哎，大哥，真的，看看你去，他现在是报的这漏，不是电击的。我知道，你没有事，我意思，你把这问题是，你发现问题了，问题在哪里？把这问题解决了，对吧？行。说完了，我说你看有顺带把这给咱，对吧？行。看一下，万一有啥事，咱有我哈啥，这些还有记录的，还有大堂看下账单还在这里，我都找我刑卡去，对吧？有时候你看一下，我车规数确实是车是新的，规数也小，就是放几年省越长。到时候你就那个啥，你先看，到时候有啥问题的话，你到时候跟我沟通，知道吧？这东西确实不是个别联姻，对吧？我实在是，这是那项目通知了不？油箱盖子搁皮上的不动，你看后头啊方法我有不动。好，他光之前就是我换了唯一一个东西，就是油箱原来我拆下来弄个电器，这个东西可用起，那我抽着。好，这是里面的东西给咱上个我给你查，完了，行，上个新研究，好吧？现在发动机故障灯报的是油箱废气泄漏，先不管它电机，先查泄漏，查泄漏先把吸了。然后打样。咋了这车？回来了。它油箱废气泄漏，有点泄漏。报故障了是吧？对。亮故障灯了。几万公里了？跑了3万。泄漏，先查管子呗，打烟雾呗。从哪给打的了？从哪打？油箱口也能打。先从前面打吧。从前面打。先捡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吧。这东西很简单，油箱内部真空，只伸过来1根管，从油箱过来之后，通到电子阀，就是碳罐电子阀，碳罐电子阀坏了也会报这个故障。你现在这个空气帽子好摘，直接摘掉，从节气门打。如果说节气门到电磁阀这边没有漏的，那就直接把电磁阀这断了，吹一下电磁阀。如果说电磁阀没有强通，那就从电磁阀这头再打，从电磁阀这打的话，就能看到油箱那边有漏了。烟上够了。电他妈打开看。我操！这搁哪漏啊？管的问题。我操！这可漏了。我操！指定了，就这漏。人家裂口子了吧？准了，拆。辣眼睛这玩意儿。
操！你他妈这裂口了！那就搁这。哪漏的呀？就我这刚电话这边这个管。2万公里真漏。电磁阀到油箱这儿，咱能调到黑这样吗？现在肯定调不到。这是今天晚上还想开车呢。开车，也行，也能弄。啊，把两头一烤，断开，给它换成软皮管。它这个不是波纹管吗？硬的。这玩意儿，你知道它为啥2万公里就断吗？之前咱不是换过2个吗？一个这个管它不单卖这一节，连电磁阀到那个进气道那儿，这么长一节全给你换。原厂的下来也就是200块钱左右吧。它为什么会断？你像国六的这个朗逸，还有速腾，只要爆炸漏气，大部分都是这个原因。还有就是油箱口盖儿上面密封圈不太好，还有就是它那个诊断泵，诊断泵那边还有碳罐裂了都有可能，和这个碳罐电磁阀长通了都有可能性。这个管坏的几率最大，因为它是个硬性的波纹管，没有软性。搁这儿，它这头这个泵就是这个小罐固定在这个正时壳上，它每次挂上档加油门松油门，这个发动机机脚这儿得来回动啊，它就揉。这个硬性管它揉着揉着就裂口了。所以说现在你调不到货，就算调到货，这根管你说300多块钱划不来。而且如果是说咱们再换这管子的话，就是说再过几万公里就不是又坏了。对呀，你装上原厂的，跟这一样的东西，你过几万公里，摇着摇着这又裂纹了。所以说现在最好解决办法，把它这儿拿火枪一烤，揪出去，这头揪出去，光要两边头，然后找节皮管一接，卡子一拧，接成皮管，它怎么揉它都断不了啊。然后这算原厂出来的一个，就是说出厂就出来的一个毛病。这就是出厂的弊病。它就是设计的时候，你像这个汽油管，它就是皮的，它怎么揉不断的？它俩都是固定在一起正时壳上，发动机去摇，这头固定在车身上，它摇，这个不断，这个就能断。这个是波纹管硬性的，你给它换成软管，它肯定不能断了。这个现在你换成原厂的2万公里它就漏了，你再换原厂的，它还是这种造型，所以说直接给它改成皮管，皮管它来回揉总断不了吧，20万公里绝对能开住了。硬皮的啊，300块钱的货变成300块钱了吗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你现在调不到配件儿，你就算调到，就是咱说那话，开一开又断了。原厂的不跟这一样的吗？那你咋给他要钱呢？那你就不用管了，这节皮管我要150、200，贵不贵？不贵吧？我感觉有点黑了。怎么黑啊？我感觉让别人谁听着都感觉有点黑，完事就换人家皮管，这个数学问题。记住兄弟，你挣的是技术钱，不是这节皮管钱，知道吧？你要是不知道哪漏，换那儿，你换完之后收多少钱合适啊？还没好。你挣的是技术钱，知道吧？再说了，你虽说是一节皮管，你换完之后还10块钱的皮管，你收30，你的工资谁来发呀？我吃啥呀？你吃啥呀？房租谁付啊？你付啊？对，没毛病。你学了3、5年，开个店，结果10块钱的东西收30，对不对？你就这样想。给他换这节皮管，你拿货100多200，
收个100多公分，你心安理得是吗？你给他修一下，你也一样心安理得，知道吧？比那种更强更划算。你只要为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，知道吧？你不要一味的追求说是怎么着，你就记住能解决问题。我觉得软管肯定要比它这个波纹硬管强。反正我知道这个波纹硬管时间高温的老脆。你像它这个位置是卡死的，这个波纹管它没有软性，可是来回窝肯定会断的。还是那句话，拿烤箱烤掉，给它揪掉，上皮管，一接完事儿。行。稍微让它长一点点，就到这儿，让它稍微往下这样折一点，对吧？就这样到这儿，可以。接完了吧？接完了。看一下咱们大众车主，你如果说是这种情况，10块钱的活啊，就没必要花200-300块钱去换，从这儿走到这儿，碳罐电磁阀，然后走到进气道。没必要换这整体了，10块钱的活儿，比他们那些直接换200-300多块。这样你发动机加油的时候去窝，它就窝不断了。给车主打电话，整出去，完事儿。行，这设计上这问题啊。设计没问题，用料有问题。用料。兄弟。昨天晚上成功了，好了，已经好了。啥问题嘛？就是漏气。漏气？啥是哪有问题的？哪有问题？就是这边一个管子有问题。换了的？是啥么管子？这过来了啊！这几个来着？换了根管，漏气。那兄弟这是换了管子，我啥管子？就这根管，看到了吧？啊。拧的卡子重新换了一根，它这儿老打弯儿，窝断了之后导致油箱漏气，这是通过了油箱的真空管。那之前的管子是长啥样子？之前断的那个是波纹管，就跟这种硬管，现在换的不是这种皮子管吗？油管现在换的是。还有啥？昨晚说那个啥，我油箱电机，你看不看？我东西装好吗？电机。他之前换了个电机，别的地方换了个电机，不是这个问题。跟电机没关系，现在。你确定我没问题？没问题，你就跑就行了。行，就把这根管换了就完了。没啥问题是吧？啊，没问题。你就跑。那这一共多少钱？150。150。啊。你怕这还有点贵了？那一个塑料管子嘛，这管子10块钱一根嘛，你这10块钱能买这么一根，对吧？不是，跟那没关系。你这，我感觉50块就合适了。你收的主要是检查，管子并不值钱，知道吧？你如果说换整套管的话也可以，直接从这儿到进气管那儿，这一套管子都换了，300多块钱，原厂的。这东西，而且呢，你想呢，你2万多公里，你如果说还换原厂的这块儿。加油门打弯，它还得断。这东西我怕你。现在给你换成这种软管，你就随便。那你接我东西，我怕我东西。再造20万公里，它都不会断。我到时候又掉了断了的，你这。掉不了，断不了。不能这样，我也想你这不能。我就跟你说了，你这节管绝对不会漏气，不换上这个。知道吧？你原厂的你自己想了没有？2万多公里。所以我想你这东西，我感觉没原厂质量好呀。你放心，绝对没问题，随便弄。我都敢保你这根管。确定是别的啥油箱有关的就这个漏气，你不打烟雾的话看不出来，轻微有点裂缝，轻微一点。就主要是漏气啊。然后别的有。你泡的故障就是漏气啊，跟电机。因为别的啥油箱就跟有汽油有关系的管子啥有没有问题？别的没关系，没有的啊，你不用想，那就行啊，你给我开就完了。现在是保多长时间？跑多长时间？我跟你说了，你原车2万公里，我敢给保你20万公里。你这不敢让开2天，开2天这故障吃了我就过来了。你放心，你这最近这段3月份是西安带的，这可能用车比较多。跑你的，
这啥问题都是给我过来这可说。啊，你就考你。要故障嘛，反正都是你了。已经清掉了。没问题啊。啊，你就考一分吧。行，那就这四，那就这四。一会儿开始先试两天，试两天之后，到时候再看，行吧？啊，好吧。嗯，那行，我把这样衣服，行。